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文月的节目。人上了年纪，就越发的渴望亲情，希望得到老伴和儿女们的关爱。然而80岁的吴大爷却说，当他老了之后才明白，所谓的亲情远比想象中现实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接下来一起听听吴大爷的倾诉。我今年80岁，老伴76岁，我们有2个儿子和1个女儿，儿女们都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和老伴都是退休老人，我们每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8000块钱，虽然我俩的退休金不低，却始终没能存下钱来，因为我和老伴对儿女们太无私，只要儿女们有困难，我们就会慷慨解囊。我们对儿女们无私的爱，就造成了我们老来无钱傍身的后果。当我们看到同龄的老人们，他们都有着至少6位数的积蓄，都会让我们羡慕不已。虽然我们也想多存点钱傍身，但我们做不到像他们那样，只顾着自己存钱，却在儿女们有经济困难的时候捂紧荷包，不愿意拿钱资助儿女。我和老伴认为，只要我们对儿女们足够好，他们就一定会懂得感恩，一定会在我们年老失能时好好的照顾我们，尽心尽力的给我们养老。对此，我和老伴都非常的自信，即使我们没有1分钱的积蓄，当我们急需用钱的时候，儿女们肯定会倾囊而出，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。在我没生病之前，儿女们对我们老2口非常的尊重，每到节假日，儿女们都会来家里和我们团聚，老伴会做上一大桌子菜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聊天吃美食，日子过得非常开心。在我78岁那年，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我得了严重的骨关节炎，走路的时候，我的膝盖和髋关节就会疼痛难忍，导致我一动都不敢动。因为疼痛，我就只能终日躺在床上，由老伴来照顾我。可是祸不单行，高龄的老伴在照顾我时太劳累，拖垮了他的身体。不久之后，老伴也得了严重的心脏病，动作稍微大一点，他就会气喘吁吁。不仅如此，老伴还患上了3高，我俩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，每个月看病吃药的费用都得2000块钱。我们的退休金除了看病吃药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之外，根本不足以支付雇保姆的费用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求助于儿女，希望儿女们能够好好的孝敬我们，精心的照顾我们老2口，让我们幸福的安度晚年。我把3个儿女召集到家里，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我将实际情况对儿女们和盘托出，说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我们老2口前半生为你们付出了所有，现在我们老了，就是你们回报我们的时候。谁知我的话一出，儿女们纷纷诉说自己的困难和不易，他们说自己没钱，不能从经济上资助我们，更没有时间照顾我们。大儿子和2儿子说，他们还没有到退休年龄，每天都要上班，所以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。他们要给孩子买房，筹办婚事，没有多余的钱帮我们雇保姆，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。既然2个儿子是白眼狼，我就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女儿身上。女儿出嫁的时候，女婿没钱买房，婚房的首付还是我们老2口给凑的。就冲这一点，我相信女儿一定不会让我失望。可是女儿见2个哥哥都互相推诿，谁都不愿意给我们养老，她也跟风诉说着自己的困难，以逃避孝敬我们的责任。女儿说，她虽然退了休，但她要打工挣钱。她说自己的退休工资太低，根本不够花，如果她来照顾我们，她就没有时间去打工挣钱，生活就无法维持。见3个儿女都不愿意照顾我们，我气得把桌子一拍，说当初我就不应该生下你们这3个白眼狼，如果我不是把钱全都花在你们身上，就不会落到今天2手空空。
没钱给自己养老的地步。儿女们见我对他们爆粗口，反而越发的讨厌我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我不体谅他们生存的不易，说他们照顾我可以，但我必须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含辛茹苦地养大的儿女，在我需要他们照顾的时候，却要付给他们报酬，才能买来他们对我的孝顺。我不禁大放悲声，骂自己太傻，为了让儿女们能够生活得好一点，就将自己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儿女们的身上，丝毫没有为自己留退路，才落到今天这样不堪的结局。儿女们见我嚎啕大哭，不仅不同情我，反而流露出嫌弃的神情，没有一个人来安慰我。他们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却如此冷漠地对待我，让我彻底地寒了心。既然儿女们对我不敬不孝，我下一步的打算就是卖掉房子，和老伴一起去养老院养老。既然儿女们不愿意照顾我们，那么养老院就是我和老伴最后的归宿。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，我们还有一套养老的房子，虽然这套房子已经有几十年的房龄，但因为是学区房，所以能够卖个好价钱。卖房的钱足够我和老伴选择高档的养老院，并且在养老院里生活到100年。当初我曾经打算在我和老伴100年之后，将房产平分给3个儿女。现在既然儿女们丝毫不顾及我和老伴的疾苦，那么我们也不需要顾及儿女的感受。我和老伴打算在我们生命的最后时光，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，少遭点罪，才对得起辛苦奋斗了大半生的我们。当儿女们知道我和老伴要卖房的打算之后，极力阻止我和老伴卖房的行为。他们以为我们年老体衰，与社会脱节，只要他们不出面，我们就找不到卖房的门道。实际上，儿女们实在太小瞧我们，只要我们下决心要卖掉房子，就一定会想到办法。我们从网上联系了一家房产中介，由房产中介来操作卖房的事情。我们只需要在和买家达成买房房产的协议之后，配合办理手续就行。养老院我们也看好了，我们选择的养老院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里面的设施很齐备。我和老伴打算租一个双人间，那里包吃包住，还有护理员照顾我们，每个月只需要付给养老院12000块钱的费用就行。我和老伴每个月有8000块钱的退休金，每个月只需要从卖房款里拿出4000块钱，贴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不足。我算了一下，即使我和老伴都活到100岁，卖房款仍然能够剩下大半。我对儿女们说，如果他们能够经常来养老院里看望我和老伴，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，我们花不完的钱仍然会留给他们。如果儿女们对我们不好，那些钱我们就全部捐出去，1分钱都不留给他们。当我们放出话后，儿女们都争先恐后的来养老院里看望我们，生怕我们把钱全部捐出去。现在我和老伴在养老院里舒服的生活，儿女们隔3差5的就会来养老院里看望我们，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吃的。当我老了之后才明白，所谓的亲情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现实，即使是儿女亲情也需要物质的支撑，一旦老人手里没有钱，就很难享受到儿女们的孝顺。老人无论到了什么时候，都要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积蓄，老人手里有了钱，才能在晚年的时候有足够的底气安排好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可以爱儿女，可以为儿女们付出，但是我们在为儿女们付出的同时，也要懂得为自己留退路。当我们有了退路，在遇到不孝儿女之时，才不会茫然失措，才会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。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这句话不仅体现在没有血缘的关系当中，在有血缘关系的亲情当中，常常也是这样。
人老了，无论是社会价值，还是在家庭成员中的价值，都会随着年龄的递增而递减。为什么会有年轻气盛这个词，却没有年老气盛这个词？皆因为老年人没有气盛的资本和底气。尽管如此，作为老年人，即使我们在他人的眼中失去了价值，但是我们却永远都不能放弃自己。即使亲情比想象中现实，只要我们手中握有底牌，我们仍然能够得到现实的亲情。既然亲情在很多时候都离不开利益，需要用利益来支撑，那么作为老年人，我们就需要让自己拥有足够多的金钱和利益。当我们拥有了足够多的筹码，方能在晚年时不急不躁，从容地享受儿女亲情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。期待与您的互动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